2023年10大杰出青年的名单最近刚刚公布哦，我们看到新闻就很好奇说，这个10大杰出青年到底有多杰出呢？又是谁来决定这些人杰不杰出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10大杰出青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深南智慧大补帖，神秘名词大解析，献给有听没有懂的你。从小到大，我们常常会在电视上面看到，今年又有谁成为了全国的10大杰出青年，被总统跟副总统接见。像是今年的得奖者，包含了桌球国手林昀儒、世界面包冠军王鹏杰等等，感觉真的超级厉害。但同时，这个奖好像也时不时会有一些争议，像是几个月前，炎亚纶也因为私密影片争议被撤销了杰出青年资格，甚至在过去的10大杰出青年当中，居然有一位10大通缉要犯。这个10大杰出青年到底是怎么选的？选上后如果不杰出会怎么样呢？如果我觉得自己很杰出，可以报名参选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在进行专案时，常常会无法掌握团队的工作进度吗？或是团队觉得任务时程分工不明确，资讯很混乱吗？不要担心专案管理工具 Asana 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困境。Asana 透过4种不同的视觉化界面，让你用轻松的方式管理专案跟任务，团队也能够清楚的辨认任务的分工跟优先次序。根据使用调查 ，Asana 降低了41% 的跨部门协作成本，业务的流程也加速了54%，就连员工的满意度也提升了82%。目前作为 Asana 合作伙伴的思想科技 Master Concept 已经协助了许多的国际级客户测试并导入 Asana， 现在还有免费试用30天的优惠哦。如果你跟团队正被专案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让 Asana 成为你最强大的伙伴吧。中华民国的10大杰出青年已经举办了超过60届，而它的源头其实来自于美国。1930年代有一个叫做杜华德·豪斯的珠宝店老板，出版了一本叫做《美国青年》的杂志，专门介绍美国10位最杰出的青年。而豪斯呢，会在美国各地举办活动，让这些书中的年轻人公开露面，帮他们增加曝光。这本杂志跟文章大受好评哦，豪斯后来也成为了美国青年商会的会长。从1938年到现在，每一年都会举办美国10大杰出青年选拔，希望让社会更重视年轻人的力量。而1944年，国际青年商会在美国创办，聚集了一群社会上面的青年精英，透过培养商业领导等等的能力，贡献自己的才能来回馈社会。当时还在戒严时期的中华民国，虽然是禁止人民结社的，可是为了维持跟美国的良好关系，同时也要对国际展示自己支持民主的形象。因此，在1952年，他们透过外交部官员把青年商会引入台湾，而且呢，在这个1963年的时候，开始了中华民国第1届10大杰出青年选拔。不过，毕竟是在戒严时期哦，当时这个青商会的中华民国总会跟台湾的政商领域有很紧密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当然也反映在10大杰出青年上。至今几乎每一年的评审会主委都是时任行政院长教育部或经济部长等等，而颁奖的时候也会有重要的官员颁奖，甚至请到总统接见。那过了60多年到今天已经有600多个人颁获中华民国10大杰出青年。不过，到底这600节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每一年的10大杰出青年都是从这10个不同的领域挑选出最杰出的人。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都是一些获选的名人，像是政治领域里的连战曾经入选，体育上面呢有王建民戴资颖和今年的林昀儒等等。而文艺领域呢，有像张惠妹、卢广仲这些明星，还有余光中朱明等等的艺文人士。不过，除了这些名人以外其实10节里面更多的是那些平时在各领域里面默默耕耘的年轻人。例如，这位跟卢广仲同年入选的海洋大学助理教授徐德华，他在多年的努力之下，掌握了多种高价值乌贼的完全养殖技术，在过度的捕鱼环境破坏的情况之下，帮助维护台湾的海洋生态跟渔村的经济。另外呢，像是今年获奖的陈景维他成立了维尔洽整合行销工作室，媒合身障者用远端工作的方式接行销工作，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而除了上面这10个领域之外呢，10大杰出青年有时候还会多一个华裔青年特别奖，颁给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海外华裔青年，有没有错？所以10大杰出青年呢，有的时候会有11个人。这个华裔青年特别奖，大家比较熟悉的获奖者呢，像是陈港生，也就是后来改名为房世龙的艺人成龙。那到这边我们就有个小好奇10大杰出青年如果之后不杰出了，会怎么样吗？
其实，在10大杰出青年的官网里面呢，并没有写到得奖之后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当选人的资格。而过去几十年也没有当选人因为负面消息受到影响。比如说，曾经当选1980年的杰出青年前屏东县长武则元呢，他在当官的期间贿选恐吓舞弊样样来，最后呢东窗事发甚至直接潜逃到中国，被行政院列为10大通缉要犯。对，你没有听错，曾经的10大杰出青年居然变成了10大通缉要犯。但也许呢，是因为年代久远武则元并没有特别被撤销资格，而史上第一个被撤销杰出青年资格的案例，其实就发生在今年。去年的当选者炎亚纶呢，在爆发了与未成年人的私密影片风波之后，青商会就火速的发表声明，表示炎亚纶违反了10大杰出青年应具备的高度品德标准，撤销了他的当选资格，而这也是他们60年来第一次开除当选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10届当选人呢，都还是继续在他们的岗位上面为社会付出贡献。看到这边，你可能会想说，那我身边也有一些年少有为、不自卑的朋友啊，他们也可以参加吗？答案是可以10大杰出青年的候选资格非常简单，只要是20岁以上、40岁以下，对于社会或者是人类具有影响性、改革性或创造性成就的人都可以参加。另外呢，这个奖还有一个特别要求的标准，就是品德。他们认为呢，人格是世界上面最大的宝藏，希望候选人不只在事业上面有成就，同时呢，还能作为家庭跟社会的模范。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你的确可以推荐他来参选，只是可能需要联络地方政府或是各地的青商分会来帮忙发函推荐。而那报名之后呢，审查阶段会有采访小组到候选人的单位实地访谈，确认资料的真实性，之后再报告给青商会聘请的各界专业人士进行决胜。像是去年评审呢，就有知名的妇产科医师、国科会的官员跟创投集团董事长等等。评审们投完票之后呢，在每年的10月份左右，10大杰出青年的名单就出炉了。不过，选出杰出青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吗？这个有奖金可以拿吗？成为10大杰出青年的人呢，会得到1纸当选证书跟一个象征青年人的双手的金手讲座。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任何奖金或物质上面的奖励了。应该说，这个奖的奖励呢，比较多是无形的民生跟社会连接。除了有机会见到总统以外，青商会还会帮当选人安排电视台报社、广播或者是网络影片等等各种媒体曝光机会。不仅如此青商会未来办的各种论坛活动，或是之后的选拔，都可能邀请过往的当选人来参加，甚至会办理当选人联谊会，让不同届的当选人彼此交流。那当然，这些活动都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出席，像是前几年的联谊会呢，就请到施正荣来和青年对谈。可以说，选上10大杰出青年，就像是打开了一道可以接触大量杰出人士的大门。我们认为10大杰出青年重要的价值所在之一呢，是让获奖者能够借由青商会的政商关系，接触到社会上面的重要人物，并受到专业领域前辈的肯定。这不仅能够给予获奖者很大的鼓励还可以帮助资源比较少的年轻人累积人脉跟曝光。不过，这个奖原来的另外一个目的呢，是透过媒体宣传，让获奖者成为其他年轻人的楷模。当然，这个部分从我们看到的网友反应来看，效果可能比较有限。通常呢，只有在名人得奖或是奖项有争议的时候，才会有人讨论。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品牌老化了。因为对于部分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挂着红布条被长官颁奖的意象，就好像在选全国版的模范生一样。但这种表扬方式其实已经非常的怀旧了，而且在50年代，上一次电视可能就会全国皆知。但在这个变化快速的社群媒体时代，如果继续维持过去透过政府机关新闻媒体的知识宣传，成果可能也不那么有效。这就让我们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们发现10届选拔呢，其实在议题上面也是一直都在与时俱进的。像是这10年呢，他们呼应时代潮流，把儿童性别跟人权关怀加入了评审的类别。而前年22岁的林威呢，还因为提倡过去被视为禁忌的月经教育，被选为最年轻的获奖者。那希望透过这期节目，可以让这些重要的获奖者能够被大家多多的看见。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最后也想问大家，你对于10大杰出青年的印象是什么呢？有听过当选感觉超光宗耀祖，B 印象不深好像是个震惊但无聊的奖项吗？ C 没有好感这只是政商名流的游戏吧。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10大杰出青年到底在干嘛。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甄家姐妹为何被讨厌，或是市长奖该不该存在。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